今天我们要来玩一场欺骗大脑与味蕾的魔法游戏。很多朋友刚刚开始吃素的时候，或者想要减少胆固醇摄取的时候，最想念的往往不是大鱼大肉，而是早上一颗简单的热腾腾的煎荷包蛋。今天我不只要教你们做出一颗外观相似度99%的纯素荷包蛋，重点是它连吃起来都有浓郁的鸡蛋香味，这很特别哦。而且呢，我们不需要买什么昂贵的化学合成粉，只要用你们家楼下超市就买得到的地瓜还有豆腐就可以搞定了。这绝对是素食界里面的黑科技。在我们揭晓这个黑魔法之前，请大家先帮我按下订阅的按钮下去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准备进厨房变魔术咯 ，Go！ 要做出完美的荷包蛋，我们必须把蛋黄和蛋白分开来破解。我们要来看看桌上这些神奇的魔法材料咯。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男主角地瓜，我们要准备50克的蒸熟红地瓜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一定要选择红肉的这种橘红色的，像是台农57号或者是66号。地瓜削皮，地瓜身上的泥沙先洗干净，这样削的时候就会比较干净。马来西亚的话，就是直接选这种橘色的。抠一抠可以看到它的颜色，这样颜色才会逼真，才会像蛋黄。而且在地瓜天然的淀粉跟微甜的味道，就是很完美的可以模拟到那种蛋黄绵密的口感的基底。地瓜削完皮洗干净，切成薄片状，这样子等下在压成泥状的时候就会比较轻松，也比较容易压成泥。这种地瓜在台湾呢很常见到，马来西亚也是。我很喜欢用它切成一片状之后呢，加年糕下去炸，然后做成炸年糕。马来西亚炸年糕会是一片地瓜、一片年糕、一片芋头，这样沾粉去炸，很好吃。台湾很少见用地瓜还有芋头去夹年糕来炸的。地瓜放到盘中。来拿去蒸，电锅外锅放一杯水，地瓜放进来蒸。介绍完蛋黄了，我们来看今天的女主角素蛋白。网络上有很多是用粉浆调的，我以前也是有做过，用一些豆渣或是粉浆去调。但今天我要教大家的是营养升级版，我们要用这种大约1/4的量，用这个100克的板豆腐来做。为什么选用板豆腐呢？因为它的水分比较多一点，它的质地也比较像那个蛋白的口感，煎出来呢就会超级无敌的滑嫩。如果你喜欢那种传统便当店口感比较扎实的老煎蛋的话，你就可以选用冻豆腐，把豆腐拿去冷冻，做出来呢它就会更扎实一点。你们吃煎蛋啊，喜欢软嫩派的还是焦脆老蛋派的？赶快下面留言告诉我。我是喜欢荷包蛋煎到外围都是焦焦的那种老蛋派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荷包蛋才有焦香感，配饭配酱油很好吃。把豆腐放入大碗中，豆腐本身它不会粘在一起，所以我们需要粘合剂。这里就准备2大匙的木薯粉，就是地瓜粉。它受热呢就会产生微 Q 的弹性，让你的蛋白呢不会一夹起来就碎掉。再来就是1大匙的玉米粉，这是为了让荷包蛋的边缘能煎出焦脆的口感。再放1汤匙的无糖浓豆浆，调整它的浓稠度，还有1/4茶匙的盐提味。这也是喜马拉雅黑矿盐，是为了增加蛋的香气。然后把所有食材搅拌均匀。我是用叉子，这样子比较好搓烂豆腐，也比较好搅拌。现在都已经搅拌均匀，很绵密了，可以放在旁边备用。我们要来开始动手做蛋黄的部分了。现在要来制作地瓜蛋黄糊，把蒸熟的地瓜趁热压碎，压得越细越好。所以为什么刚才我说要切得薄薄的，这样子比较容易压得碎，压成泥状。如果你是有点小强迫症的朋友，也可以用筛网过筛，口感会更细腻，可以逼近米其林的等级哦。但是我们是家常口味，我就直接压成泥状。接着加入1.5大匙的无糖浓豆浆，还有1大匙的植物油。这
这一步很关键，油千万不能省，因为真正的蛋黄本身就是含有很高的油脂。这次的油就是让口感更加的滑顺，入口即化，不会是干巴巴的。先把豆浆和油搅拌均匀，再加入1大匙的营养酵母。营养酵母它是称为素食界的起司，它是纯素的，能带来深沉又迷人的鲜味。最后就是把豆浆、植物油、营养酵母，再加上灵魂黑盐，还有一点点的姜黄粉，全部拌均匀。这时候的颜色、香气、风味就会慢慢的变成我们熟悉的蛋黄感了。现在要来做荷包蛋了，在砧板上刷上一些油，比较不会粘黏。刚刚调好的蛋白酱放进来，哇，你们看这质地很绵密，有没有很像优格？给它压扁，做成好像鸡蛋的形状。如果这时候太湿的话，就加点粉。太干的话，可以加一点豆浆。蛋黄的这个地瓜泥的部分，先给它放在手上，揉成圆形。厚薄度就凭感觉这样子，给它压扁，塑形成蛋黄，放到中间。这样子的荷包蛋就可以去煎了。来，见证魔法的时刻到了，大家张开眼睛哦。平底锅放一点油，油可以稍微多一点，用中小火，因为我们要煎出那个恰恰的边缘。油热了，把蛋放进来，再塑形一下。现在就是要用中小火，慢慢的让它固定形状。放下去，先别急着翻动，让它煎出有一点焦感之后，它凝固了。比较好翻动，可以不定时的轻轻推推看，感觉看看是不是可以翻动，从边缘往内铲，现在比较可以移动了，再继续让它慢慢煎。哇，这声音跟煎荷包蛋的声音差不多一样。是不是已经很像了呢？大家觉得？但是现在还不能翻面哦，它只是可以移动而已，因为豆腐跟粉浆还没有熟透。这时候我们要出动一个小秘密，就是盖上锅盖焖，利用锅子里面的水蒸气焖大约2到3分钟。这个步骤超级重要哦，它能让里面的地瓜粉彻底的糊化，把豆腐紧紧的粘合，然后上面的蛋黄啊也会被蒸熟定型。来开盖子，可以看到边缘有一点点变熟的颜色，跟上面颜色不一样，下面比较深一点。给它轻轻的铲一铲，准备要翻面。已经有焦黄色了，翻过去也先不要动，让它有点定型再翻动。一样也是轻轻的给它摆动一下。大家如果不确定要煎到什么样的程度，可以先掀起来偷看一下。这白色的蛋白部分已经焦黄色了，真的有点像鸡蛋煎成焦黄色的感觉。反面看看，哇，中间的橘黄色煎的颜色更上色、更亮了。真的好像一颗荷包蛋哦。旁边我想给它煎得更脆一点，我来回翻面煎了一下，更上色。现在可以关火起锅，这个荷包蛋好完整，很漂亮。这道料理可以说是零胆固醇啦，豆腐还提供了满满的优质蛋白质，地瓜中间蛋黄的部分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简直就是健康又好玩的完美黑科技。纯素的荷包蛋也是有观众点餐要看我做荷包蛋，现在我做出来了。我先来吃看它的蛋白。哦，蛋白是有 Q 度的，这样子拉起来还是一整片完整的 QQ 软软的鸡蛋，真的是可以骗过吃荤的朋友。这样子拉开是 QQ 的，有点像地瓜球的感觉，还拉丝。
当然就是 Q 软的豆腐的味道，还有一点盐巴鲜香的味道。中间蛋黄的部分吃看看，蛋黄的部分有营养酵母的味道，营养酵母的味道就有点像起司的奶蛋香味，其实它是纯素的，在有机店就可以买得到。这个蛋黄模仿的真的很像真的鸡蛋，就是粉这样子，然后绵密的。如果你家有挑食不爱吃豆腐的小朋友们，或者是你想要给没有吃素的家人一个大惊喜，吃素也有荷包蛋可以吃，这是纯素的。这道纯素的地瓜荷包蛋绝对会让他们的下巴掉下来。哇，原来素食也有荷包蛋可以吃了。好啦，今天的素食黑科技大解密就到这边。大家看完影片呢，最想先挑战哪一个部分？如果你家有挑食不爱吃豆腐的小朋友们，或者是你想要给没有吃素的家人一个大惊喜，吃素也有荷包蛋可以吃，这是纯素的。这道纯素的地瓜荷包蛋绝对会让他们的下巴掉下来。哇，原来素食也有荷包蛋可以吃了。好啦，今天的素食黑科技大解密就到这边。大家看完影片呢，最想先挑战哪一个部分？是神奇的黑盐，还是豆腐粉浆的完美比例？记得在下方留言跟我说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们有没有做成功，或是加入我的LINE社群巴拉妈聊素食，我们一起讨论交流，里面都有很多素食的朋友。一定要回来告诉我你们有没有做成功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、加订阅，还要按赞追踪粉丝页还有 IG， 分享给你爱吃蛋或是想要尝试新事物的朋友。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